像一颗颗拔掉安全针的炸弹。也许最后结果是虚惊一场，就算受了伤，也得孤军作战。有时候摔倒，连跌带滚很冤枉。扶你的人突然站在一旁观看，决堤的眼泪还可以帮多少忙？为什么戏剧收场那么困难？原来生活是不安排你的战场，再好再坏自己得看着办。不要哭，不要怕，不要慌，黑暗总是企图蒙蔽阳光。所以张大你的眼，用心看，不要傻傻错过贴心的期望。爱你的人方式都不一样，有一些刁难，传达的是温暖。是非在颠倒，在混乱，家人的爱是最经得起苦难。长大你的眼，用心来看，原来我们都是彼此的希望。毛宁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在修理吸尘机，灰尘很多嘞，有没有吹到里面啊？哎，不然我拿回我家里弄了。不必了，我看灰尘不会吹进我家，你继续吧。好 ，OK 啊，这样我继续哈。这样很好哦，应该天天出来浇花。你知道吗？你那些盆栽啊，都快死翘翘了，是我每天啊帮你浇水的，它们才能够活到现在。谢谢了。不谢不谢，反正顺手嘛。阿云啊，以前把那些花花草草都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很宝贝的。哇，这个开不到的啊！不是这样开的，我来吧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很脏的，很多灰尘的，不用了。我来。不用。拿来。哎呀，我看你戴个口罩比较好，我进去里面拿一个新的给你啊。来，哇，好了，那很脏啊，戴上这个比较好吧？不用了，没有啦，要修好了。戴上这个比较好，年纪大了，抵抗力很弱的，预防胜于治疗嘛。还有这个糖水，拿回去跟哲家一起喝吧，清热的。干嘛这么客气啊？反正我有煮多嘛，来。Jangan macam ni. Saya nak balik rumah, tak nak. Eh, 是你们啦，阿丽，kenapa？他怎么了？啊？ Mak saya 进了医院，我要去医院看他。可是阿丽一听到我要去医院，就不肯跟我去，要吵着要回家。你去医院看你妈妈吧，阿丽啊，交给我可以了，反正我有空可以照顾她。真的？真的？那太麻烦你了。不会啦，我还可以带她去楼下玩呢。阿远今天都不会回来吃饭，我都不用煮饭。但是如果阿丽跟着你，她又不肯进女厕，如果她尿急，那怎么办？啊，这样啊，这样她自己可以进去男厕所的哈。我累了哈，阿丽。我可以带他去。Pakcik Semangka？有问题吗？哦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Terima kasih Pakcik Semangka。hati-hati 呀！哦，你看他一来到 playground 就玩得那么开心。你还没有开工哦，那就多休息一阵子咯。哎呀，反正你那个照相馆哦也没有什么生意。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打算把照相馆关了。
对，这样就对了，早就应该关了。阿云不止一次告诉我，希望你可以早点把店关掉，这样你们2个就可以轻轻松松过退休的生活了。以前的日子找不回来了。阿云去世之后，我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。你没开店的日子，你就多出去走走，心情就会慢慢好起来的。照相馆不是说关就可以关的，那些底片怎么办呢？这是几10年来顾客到我的照相馆拍照留下来的，我怎么说也要还给他们呢。几10年呢，你要去哪里找那些顾客？这就是我不想把店关掉的其中一个原因。我怕他们找不到我们。不怕不怕，包在我身上。我是说包在我儿子身上，他是记者吗？要找人啊，他最有办法。Makcik durian, I want to pee. Oh, urgent ah? Oh, boleh. Go toilet, come. Okay, Uncle bring you to toilet. Come. 将就一点吃啊，我只会煮这些。早知道我就好好的跟妈学她的那几道拿手好菜，就可以煮给你吃了。哪有那么多早知道的事？能早知道就好了。哎，对了，二叔阿姨要我跟你说谢谢，谢谢你帮忙照顾阿丽。阿丽很可爱啊，就像伯恩小的时候，阿国生伯恩的时候，你妈比谁都紧张，在医院坐立不安，就好像等着大彩开奖一样。伯恩生出来以后，他就是抱着不肯放，我想抱一下他都不让。他一定是怕你抱不好，把 baby 弄掉。他忘了，你们3个出事的时候，我都有在旁边照顾。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事情，现在你们3个都长大了，都有自己的世界了。我们一家人很久都没有一起吃饭了，不如我打电话叫姐和哥明天过来一起吃饭吧。你妈都不在了，谁来煮啊？我们一起煮啊。忘不了和爸的这顿饭，我看到爸温柔的一面，他嘴里叨念着妈的不是，心里却是对他浓得化不开的思念。他淡淡细数往事，眼里却是浓浓的情怀。那带我去哪里啊？神神秘秘的。走，我们继续看看。想买首饰给Elena。现在我们有最新推出的70周年限量版首饰，可以介绍你看看。不错嘞，可以试看看的。这个。来，老妈，试试吧。刚刚好。很美嘞。喜欢吗Elena肯定喜欢。我只在乎你喜不喜欢。谢谢你，老妈，有你相伴同行，我好幸福哦。幸福就好。好吧，就这一套，我的美女老妈喜欢。你的儿子真孝顺。不要告诉我你要送给我。不然还有谁能陪我相伴同行啊？当然是你的女朋友。哎，嘘。OK， 不说，先还钱。谢谢。爹地妈咪，其实我今天请你们吃饭，是因为我有东西要宣布。我已经成功的通过3个月的试用期了。难怪今天要请我们吃饭，恭喜你啊，终于可以独当一面。哇，那以后你就可以自由发挥，显示自己的才华了。其实啊，我只希望那个 James 以后不要故意为难我。哎，妈咪，你教我的忍功真的很管用，我只要想着我的目标，我什么都能忍。你的目标还是语言吗？谁是语言啊？哦，一个我想追的女生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语言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哎。怎么可能？他一天到晚拼命赚钱，比我还拼呢。他爸爸是本地富商，如新大酒店是他们家开的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。你们2个人的背景呢，距离太远了，不适合拍拖。
做普通朋友就好了 ，OK？ 钱是他爸爸的，不是他的。况且他真的一点架子都没有，我完全感觉不出她是千金小姐。博文，其实你妈咪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那背景相距太大的话，如果以后结了婚，会有你的问题的。吼，你们说到很远嘞。那现在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，可能人家都看不上我。我先去厕所啊。你刚才说的那番话，当年我老爸也曾经跟我说过，可惜我不听。如果不是为了博文，我们也不需要这么辛苦的演戏。所以请你合作，跟你的第二春说不要太高调。还有，泽家叫我们明天回家吃饭，希望你可以配合。你在哪里啊？我刚去妇产科检查，医生叫我多休息。泽国，我们离婚吧。对不起，小柔怀孕了。谁在我耳边？哇，还没上菜啊？还没有呢，饿死了。很多故事，喜怒哀乐在搁浅。谁和谁的事，究竟能不能完结？寂寞不和我的幸福有关联。微笑写在你的脸，你的心好远好远，太多一点。你不必去找律师了。太明显。我就知道你不肯离婚。你申请离婚必须分居3年，你的孩子可以等吗？我去找律师，以你有不合理的行为申请离婚，可以马上办到。谢谢你，泽国。有没有其他办法？也许不必走到离婚这个地步。难道你想打掉一条无辜的生命吗？别让我彻底的鄙视你。我的坚持是永远。你们怎么还没来呀？快点呐！不用催了，要来的早就来了。不用等了，我们吃吧。这么多食物怎么吃得完呢？去叫榴莲草跟远航过来吃。老妈，你好了没有？不要让人家等啊！好了好了，我在化妆，你为什么一直催我？哇！帮我绑一下，快点。美女老妈，我们只去隔壁而已，需要穿到这样隆重吗？帮我啦！我们跟西瓜叔他们做了几10年的邻居啊，这是他第一次请我们吃饭嘞，当然要打扮一下嘛。怎么样？够红哦。哇，还画口红啊？你会不会太夸张了？哪里会夸张了？这是礼貌，人家敬我们一尺，我们要敬人家一丈嘛，对不对？这个 bag 怎么样？去隔壁还拿 bag 啊？给 match 上。哎呦，我的高跟鞋放到哪里去？什么？还有高跟鞋啊？
口红涂到这么红，要喝喜酒啊？红咩？本来要穿得更隆重的，怕吓坏你啊。这样已经够吓人了。这样也会吓人啊。哎，吃吧，吃虾了，来来安哥吃来。难得啊，你请我们两母子吃饭啊，又准备这么多材料，我们又两手空空就来啊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反正有这么多菜，我和阿佳2个人也吃不完。对了，安哥，我妈说你想把相馆的底片还给客户，你可以通过报章登一则启事。爸，你决定把照相馆的生意结束了，你终于想通了。哇，妈知道了一定很开心的。我也是这样跟你爸说的。哎，不过有必要把那些底片还给客户吗？都这么多年了，如果他们真的要的话，早就回来要了。当然要还，那些底片丢了，如果有一些很重要的，客户要去哪里找啊？不过你登启事也不是每个客户会看到啊。能还多少就还多少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OK， 既然这样的话，哎，阿远，你赶快啊，帮他们登一则启事，通知客户赶快来拿回底片。好啊，没问题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小事，举手之劳嘛。这是几10年的底片呢，这么多，你要怎么找给他们？有什么难找啊？所有的底片我都收在盒子里头，找一找就可以了。哦，全部在里面啊。啊，爹爹。妈，这些底片呢，都根据年份注明在盒子上，还有分类啊。你看看啊，这就是1977年拍的底片，03代表里头的底片呢，都是全家福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哇，你还排到那么整齐啊！所以只要客户一来，告诉你是在哪一年拍照的，跟说拍了些什么，就马上可以找到了。哇，你很厉害嘞你。嘿，我是很专业的。难怪你们的照相馆啊那么出名。没想到我爸和你妈可以相处得这么好，真的要感谢你妈一直在为我爸打气。我妈和你妈是好朋友，她这么做也是应该的。希望我爸能早日走出悲伤，重新出发。她会的。跟你说件事啊，我也重新出发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听了你的话，接受永亮。那很好啊，恭喜你，终于团圆了。团圆，应该是破镜重圆吧？破镜重圆算不算圆啊？你们经历了这么多，现在重新在一起，肯定会更珍惜彼此。你们会幸福的。可能相隔了这么多年吧，跟他在一起觉得怪怪的。慢慢来吧。哎呀，别说我了，你呢？你跟你女朋友发展的如何啊？就这样喽。什么叫就这样？我们在一起的感觉很平淡，就好像普通朋友一样。真的吗？你看你，让我帮你擦。好了。你认不认识林立人？立人叔叔，他是妈的好朋友雪姨的丈夫。我记得我念中医那年，立人叔叔来我们照相馆拍照，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妈跟爸吵了起来，而且吵得很凶。哇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妈发脾气，她气冲冲地跑出去，一整晚都没有回来。那是妈第一次离家出走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为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？你都还没出世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妈是离家出走后才怀了你的。她出走多久啊？1个晚上啊，可能是不放心哲明吧，才会跑回来。妈会被爸气得离家出走，
肯定是被爸伤得很深。你为什么会有这个？我是在妈的遗物中找到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收这个。那天呢，丽媛叔叔的儿子俊生打电话来我们家，他是找妈的，他以为我是妈，他就问我，为什么那个支票还没有转账？10万块的支票哎，这么多钱啊！我从来没有听妈提起过这件事啊。我不敢问爸哎，还是不要问了。哎，等那个俊生再打来的时候，你再问个清楚。哎呦，我要快点吃，我要开会的。哦。原来性情温顺的妈，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。为了孩子，她忍得不露痕迹，忍得爸没有一点愧疚感。母爱真的很伟大。姐，也是为了一个孩子，决定放下她的不甘心，成全另一个女人。妈咪，你们要出国啊？怎么都没说的。Daddy， 你们要去哪里啊？坐下来，我们有话要跟你说。说什么啊？干嘛你们这么严肃啊？我来说吧。博文，你已经成年了，要学会面对一些事情。我知道很难，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。我跟你爹地要离婚。为什么突然要离婚呢？我们性格不合，勉强在一起是不会开心的。你们一向来性格都不合的啊，就一直这样下去就可以了。我们已经到了无法包容对方的地步。你每次都是这样的，你只会在乎自己的感受，完全没有顾虑到我们的感受。不是你妈咪的错，是我。我在外面有女人，还有了孩子。对不起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原来妈咪最近心情不好，都是因为你背叛了她。是不是那天那个女人？是不是那天那个女人？骗我！人家都找上门来了，你怎么还可以那么冷静啊？那天你还让她跟爹地独自在家里。妈咪，你是怎么了？你们要离就离，我不管。是谁呀？这么开心？朋友，妈咪啊，我今天不陪你shopping啦。什么朋友啊？这么重要，连妈咪都不要了。哎 ，sorry 啦，妈咪，我改天再陪你 ，OK？Sorry，不要生气啊 ，sorry。好了好了，快去吧。OK，love you， 妈咪，拜拜。拜拜。表姐。哎，是你啊，好久不见。怎么样，在这做开心吗？很开心，谢谢你当时把我介绍给老板。不用客气，你是我表妹夫，大家都是自己人啦。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，我说了以后，倪先生可能会不开心，但是你是我的恩人，我应该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我发现倪先生曾经删除一段 CCTV 的录影，不过我已经做了备份，你看一下。幸好你没事啊。你是千金小姐，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可赔不起。你知道啦，有钱的是我的父母，我跟你一样，靠自己努力。我真的很羡慕你，
有一个幸福的家。你也一样啊。怎么了？我的父母要离婚了。他们说的很轻松，说我长大了，有些事情要学会面对。以前看他们整天吵吵闹闹，我还劝爹地离婚，说做不了夫妻，可以做朋友。我当时真的以为我自己很洒脱，但是现在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。他们离婚后，你还是可以见到他们，你们还是一家人。不一样了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忙着工作忘了时间。没关系，工作要紧。我因为早到，所以就进来办点事。我刚才打了很多次电话给你，你都没接，我还以为你出了事。我手机一定是放了静音，我现在开回，对不起啊。哎，糟了，电影开场了，对不起啊。算了，我们改天再看吧。远航啊，不如我们现在去逛街吧。好啊，不过你可以给我多10分钟吗？我就快完成了。好，谢谢。这个铃声我听过很多次，是谁啊？是邻居，我就是在帮他写启事。哦，宋少亚那个，你们很熟啊？从小就认识啊。怪不得，原来是青梅竹马。晚餐想吃什么啊？不如我们吃沙包鱼头，你以前最喜欢吃了。我现在不喜欢吃了呀，我觉得很腥。怎么会腥啊？我已经订桌了，待会包你吃了胃口大开。你订桌了？嗯，我怕在等会没位置，扫兴。那你干嘛还问我？嗯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怎么了？先生好。先生你好。他们是总公司的员工。我不想他们。我明白，你说过我们不能公开我们的恋情。我们在同一个集团工作，而我又是 VP。如果让上头知道我和员工搞恋情，对我们的事业都不好。走吧。伊莲娜，
上次你说那个坏心肠的女同事，还有没有在背后打你毒针啊？肯定有。算了，反正我也不想继续留在那间公司。等找到房子，我就开始找另一份工。你要找房子没？我的租约快到了，不过现在的房子很难找，不是租金太贵，就是交通不方便。那就不要找喽，搬过来吧，反正我一个房间是空的。真的啊？哼。可是怎么好意思打扰你啊？怎么会打扰呢？我本来就是要把房间租出去的，我租给你好过租给一个陌生的人吗？那就真的谢谢你啊。OK 啊，一言为定啊，我就叫阿远啊，帮你把东西搬过来，越快越好。OK？ 谢谢阿弟。我不送你上去了，怕你爸看到我会不高兴。对不起啊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说服他的。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。泽佳。石先生，你好啊！原来你和泽佳在拍拖啊？原来以琳就是你的女朋友啊？她是我的上司。这么巧，原来你们认识的。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邻居啊。原来就是你啊！雨林，你要去哪？反正我要走了，送你吧。真的不用麻烦你了，我自己搭德士就可以了。别跟我客气，一起走吧。谢谢你了。走吧。拜拜。那你跟远亮的车吧。拜拜。哎，远航。这家。那个骑士我已经写好了，需要给你爸爸看吗？啊，不用了。为什么不用？你写的东西我还会质疑吗？没想到你的男朋友是泽家的邻居，他居然不知道。石先生也一样啊，你是泽家的男朋友，很多同事都不知道。你的眼光真好，相中泽家这么能干的女生，提名她代表集团参赛是对的。总公司的高层的确很欣赏泽家，不过我和总公司商量过，觉得应该多派一个人选参赛。经过讨论，我们一致认为你是最佳人选。我被提名了。比起泽家，你多了一份经验。我只是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。谢谢池先生的提拔，我一定会努力，不负公司的期望。我对你有信心。对了，我和泽家的关系目前只有你知道，希望你可以保密。你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做的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。上车吧。请问你是倪太太吗？钟先生，哎，坐吧。等一下吧。倪太太，你说有事要找我，不知道是什么事。你自己看吧。我先生还通过你太太买了很多你的画。通常，装修酒店房间这种琐碎的事情，他是不会管的。那些画，水平一般，他还叫采购部门一定要采购。我先生一直以来是个好丈夫，有很强的免疫力。你看好你太太，不要把事情搞得太难看。你不用用这种方法来帮我的，我不稀罕。你这么做不是在帮我，是在羞辱我，羞辱你自己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和倪先生的事，他太太已经知道了。
是我对不起你，我背叛了你。但我请你不用这种方法来报复我。若伯文知道了，你叫他怎么去面对？我没有对不起你。我跟倪先生的事是发生在他买你的画之后，也就是你选择享受奇人之福的时候。我恨你，我真的很恨你。我嫁给你之后，辛辛苦苦的工作，为了保护这个家，你却舍我而去。你的出轨，把我的世界给毁灭了。我想报复你的背叛，所以跟你先生上酒店，可是原来我做不到。因为我还是爱着那个深深伤害我的男人。我跟你先生是清白的。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不用了，现在就等客户上门来索取底片。希望他们有看到我们灯的启示，早点回来拿他们的东西。你爸呢？怎么没看到他？他去晨运了，迟点再过来。自从他决定结束这间店呢，他整个人轻松多了。我听我妈说，他们还约好明晚和邻居一起去看大戏。是吗？啊，以前我妈跟你妈无所不谈，没想到现在我爸跟你妈也可以这么谈得来啊。这就叫世事难料嘛。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，你妈有没有跟你提过，我妈发生意外那天他们在做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妈没说过。为什么你这个表情？什么表情啊？我问你妈的时候，她也给我这样的表情，结结巴巴的。你们两个是不是隐瞒我什么？老板在吗？我等一下再问你。嘿。Yes， 宝贝。老妈，哲嘉又问我那件事了，我决定告诉他。哦，你不能说啊，你绝对不能告诉他啊。这是他妈妈的事啊，他有权利知道的。我警告你，你不要乱来啊！你什么都不要说，我现在马上过来。应该是这一张啊，你看看。对，就是这张。这张照片很珍贵，是我们几个同学和老师唯一的合照。对了，我记得你的老师啊，高高瘦瘦的，很亲切，还跟你们这些学生打成一片了。那个时候你们全部穿校服。这张照片很有纪念价值，谢谢你，老板。如果不是和平照相馆，我应该找不回这张照片了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我们分内的事。那我先走了。好好好，谢谢。慢走啊。拜拜。哇，有人很得意啊，很有满足感哦。当然啦，你们不是说我收这些垃圾来干嘛？现在知道了。早就知道啦。西瓜叔，阿水，哇，好久不见了哦。你来拿底片呢？是啊，我来拿我儿子毕业照，好像是2008年拍的。好，没问题，你等一下，我们很快就找给你了。阿远，阿远，柴嫂，我不认识你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不肯原谅我。我死了，我化成灰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阿才他死得那么惨，都是拜你所赐的。
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。你看清楚，是这个人，是他，还是你爸呢？我知道，是我不好。如果不是阿才好心顶替我，让我能够出席我儿子的毕业典礼，他就不会去印尼开会，死的人就不会是他。那是你还敢说？你干什么？你还敢帮着他说啊？谁死掉的是你爸？老妈这么多年了，阿水叔叔为这一次付出很多了。那是他活该。老妈，他最累的。妈，是的。老妈。别生气了，美女。老爸看了会不开心的。你心里还有你的老爸没？我已经跟他说了，没有你这种吃里扒外的儿子。老爸不希望看到你这样子的，更不希望看到你帮着害死他的人。老妈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你跟阿水叔是一样的？哪里一样？我跟他哪里一样？阿水叔和老爸是好朋友，老爸是因为帮他才发生意外。阿水叔比谁都要内疚，这情况不就像你和西瓜嫂？西瓜嫂的死，你也是一直在内疚、自责，不是吗？阿水叔不是有意害死老爸，你也不是有意害死西瓜嫂。阿水叔面对你的心情，就像你面对西瓜树一样，自责，渴望得到原谅，所以不要再怪阿水叔了，那是一场意外，跟西瓜嫂的一样。你说他会不会杀了我啊？如果他想杀了你，就必须先杀了我。这个时候啊，还会开玩笑？我这样过去哦，就好像送死一样。哎呀，不要了，我不要过去了。哎，老妈，难道你想一辈子守住这个秘密，一直内疚下去吗？这是我送给你跟哲家的。无端端的，干嘛送我们水果篮呢？对啊，还包得这么漂亮啊！啊，我的一番心意啊，希望你们不要生我的气。我们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啊？对啊。其实我们今天来，是想告诉你们一件关于西瓜嫂的事。啊？什么事？西瓜嫂，让我来说吧。其实，你妈发生意外，是因为她要避开我。如果不是因为我追她，那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都怪我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明明已经是红灯了，她还这样冲过马路。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你为什么要追我妈？你为什么要追我妈？哲家，其实我一直都想告诉你，原来你一早就知道了。不关阿远的事，他之前不知道的，那是最近才知道的。不关他的事，是我，都是我，因为我追着他，他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对不起，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原来生活是不安排你的战场，再好再坏自己得看着办。不要哭，不要怕，不要慌，黑暗中是企图蒙蔽阳光。所以张大你的眼，用心看，不要傻傻错过贴心的寄望。爱你的人方式都不一样，有一些刁难，传达的是温暖。是非在颠倒，在
心来看，原来我们都是彼此的心。